高污染，连年亏损，矿场情况更严重。所以我说呀，你们今天这个假找错了，我得在这里明确一个态度：钢厂、矿场早晚都得关，而且无条件的关。说的老清楚了，对，就是但是，我想请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。我们常委会细致的研究和讨论，给大家一个结果。什么时候关，怎么关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会把大家安排得更好。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高高兴兴地走，高高兴兴地迎接未来更美好的生活，好不好？这谣言太可怕了。怎么搞的嘛？差点露出群体事件，还让曾书记看了个反面演出。这个事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正在办公室处理这个职工安置的问题，这矿上一大帮子人呼啦一下子就来了。是啊，你说会不会有人在里边搞小动作？搞什么小动作？别听风就是雨，还不是为了你们2万职工的安置。金市长，我知道职工安置是个大问题，我以前没有遇到过，而且我知道职工如果安置不好的话，会惹出来大麻烦。我也知道这个市里边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我还想提一个建议，市里边能不能考虑多方向的安置职工？市里不是没有考虑过，连保安的行业都纳入了考虑之中，可人家是企业，安置人员方面我们说了不算，他一家一家协调，这个面就大了。我们钢厂的职工啊，很多只会炼钢，什么都不会，缺少技能，缺少竞争力，这都是问题啊。是啊，我答应了职工们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特别担心，如果这1个星期时间过去了，我给不了他们答复，他们会不会用？行了，我现在马上开会，回头咱们再说啊。你先回去吧。好。郭翔同志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由于重病，短期内无法履职。经过慎重考虑，省委决定任命曾燕来同志为渤海市市委书记。曾燕来同志常年担任省政策研究室的主任，既有理论高度，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希望大家拥护省委的决定。接下来，请曾燕来同志讲话。谢谢大家。省委任命我为渤海的市委书记，首先，我感谢省委对我的信任，同时，我也知道这份信任的背后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渤海人，这回能调回渤海工作，我算是回家了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为了渤海的明天，我会竭尽全力。我说完了。接下来，请金海东同志也讲几句吧。大家好，我作为渤海市的市长，我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，同时呢，真诚欢迎曾燕来同志担任渤海市的市委书记。我和曾燕来同志呢，以前有过搭档，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我会积极的配合曾燕来同志的工作，为渤海市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，努力向省委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大家好，这个本来今天是跟大家的一个见面会，
没想到唱了这么一出。那既然钢厂和矿上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，那今天呢，咱们这个会就来个2合1。刚才呢，海东市长跟我一一介绍了大家，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。在将来的工作中，咱们慢慢的熟悉和认识。下面，咱们就谈工作。咱们讨论一下关停矿场和钢厂的问题。我先说一下我的态度吧。来渤海之前，我有一些了解。这个矿场呢，是作为钢厂的配套项目。那么现在钢厂要关停了，我觉得这个矿场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而且，在咱们渤海未来的关停目录中，它也是存在的。下面的问题就是：现在关，还是以后关？大家可以讨论，畅所欲言。说说你的看法。这个曾燕来的确不一般啊，这个人很犀利，他不拘常理，很有攻击性。我们通常理解的市领导，如果事关自己的话，那首先是避嫌，然后再按部就班的去工作。这个人不这样。关停渤海市范围内的落后产能，包括关停不合格的矿山。去年市政府已经关停了第1批。郭书记受伤的齐家湾铁矿，就是被第1批关闭的。瀚海采矿厂的情况比较特殊，要为北方炼钢厂供应矿石，所以被列在了第2批。现在炼钢厂还没有到最后关闭的时候，作为瀚海采矿厂一个配套的项目，一旦关闭，势必会打破关闭钢厂的计划。当然，从长远看，这个矿是一定要关的，但是能不能按计划等到第2批关闭的时间呢？我的提议是，立刻关停。如果关停矿场导致钢厂提前关停，那么我们就要提前关停钢厂。我看过相关的测算，如果我们提前关停钢厂1个月，我们可以减少亏损3200万。当然，我们要提前背负安置的压力，除此以外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完全理解曾书记的感受，甚至是愤怒。我也完全理解曾书记的开场白，不怕别人说3道4，这是他个人的评价。这个需要勇气，需要担当。同志们，我们这一路上都看到了，国道2旁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光秃秃的山，赤裸裸的河，灰蒙蒙的天。再不治理，渤海的环境就要毁在我们的手里。瀚海采矿厂能够暂时保住，那完全是金海东想要保住下岗的职工。所以我们绝不能把金海东和曾燕来之间的意见不同当成是方向之争。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的矿场能不能保住，你想想这方面的办法。办法，只要给我们2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把瀚海采矿厂包装给级别更高的大型企业。不管怎么说，采矿厂是个紧缺资源，谁接盘，谁就得考虑保住矿场的办法啊。那我听你说话这意思，金海东听你的。金海东啊，他听渤海市整体利益。但是，我不同意立刻关停，至少要再等一段时间。我同意海东同志的意见，这个意见和曾书记的提议不矛盾，至少
只是时间不同而已。我同意现在就关闭。早在第一批治理时，我就坚持，所有违规的、造成污染的矿山一律关停。如果当时关闭的得力，我想郭书记也不会受伤。渤海市也不会再多承受1年的污染，我们的环境和生态也不会遭受毁灭性的破坏。俗话说呀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刮骨疗毒虽然很痛苦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保住整个的机体啊。秦副市长，你是分管环保的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但是我是市长，全市的情况我要全面的考虑。炼钢厂停产在即，有2万多下岗职工需要安置。这个时候，要是立刻关停，事关那么多人的饭碗，我不能不考虑啊。一般的官员呐，刚刚上任，都会左右逢源，站稳脚跟。可曾燕来不是一般人，他在没有过会的情况下就敢亮出自己的观点，足以证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心。曾书记，刚才金市长讲的是我们渤海市的实际困难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分2步走。第一步，先关掉一部分矿山；第二步，等市政府腾出手来，有能力安置职工的时候，咱们再关闭包括瀚海采矿厂在内的所有矿山。冉局长，你也是市委常委，说说你的观点吧。我是公安局长，难免会从自身的工作角度进行判断。曾书记的提议非常重要，也很有必要。那么，金市长所强调的困难，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，所以我一时不好判断。好，那我来总结一下。今天参加咱们这个会的相关领导，我数了一下，有1半同意关停，1半不同意。好，那么既然咱们的意见不统一，咱们就另行开会讨论。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会坚持我的提议。再会。喂，找我？谁呀？以前的老同事，叫什么名字？行，请他上来。请进。曾书记，您的一个老同事来找您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帮我把门带上。哎，好的。涛儿，都联系好了。你先给我坐下。啊？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？必须的呀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市委，那不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。你以为你们家土炕呢？你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呀。这不没有外人了吗？你有外人还了得？习惯了就麻烦了。行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说正事了。那个大洋集团的董事长邓耀北说呀，非常欢迎曾书记莅临指导，但是您没预约呀。人家今天有安排，要出海，要不您跟人出海，要么改天再说。嘿，
这忒不给我老曾面子了，好歹咱堂堂是一市委书记呀。说我下午时间都安排好了，就想跟他见一面，这怎么弄？以我之见，甭理他。哎呀，以我之见呀，啊，拿包拿包，知道什么叫礼贤下士吗？知道什么叫求贤若渴吗？哼，没文化。真想过你这种神仙的日子，打一网鱼，弄2两小酒，一家老小其乐融融。哼，哈哈哈！人呐，就是没有自己满意的生活。渤海有1000万人，得有990万羡慕你这个当市长的生活，你反而想当渔民。哈哈哈！是啊，我是理解。曾经沧海难为水呀。邵会长，你现在啊，过得真是神仙的日子。退了休了，身体硬了，不操心，身边还有这么优秀的女儿陪着，真是令人羡慕呀。哎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已经打过电话了，马上就来。曾书记，这边请。不好意思啊，曾书记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我觉得你这官话套话说的挺溜的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觉得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。怎么讲？说你邓耀北不合群，整个渤海的企业界都把你当个异类。是，我确实有点不招人待见。那咱俩合适，我就喜欢小众。金市长啊，只要以港兴市战略正式启动，我相信，再过5年，渤海又是一番新的景象。我一定要在渤海市建成一个世界第1大的海滨综合开发区。一幅宏伟的蓝图已经在你心中绘制完成了。好啊，我们企业界也翘首期待。不过，我听说曾远来并不赞同这个方案，是这样吗？不，他不是不赞同，而是提出了一些质疑。的确，我们这规划还有许多不完善、不合理的地方，允许别人提出质疑和讨论。海东市长，实话说吧，曾远来啊，曾经是我的部下，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。虽然他身上也有许多优点，但是主政一方，我还是为他担忧的。相比之下，你就不同了，你是在渤海第一线打拼出来的。我真不知道省委是怎么想的。要我看，你才是渤海市市委书记的最佳人选。市里头推行的以港兴市，不会只是个好听的口号吧？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从字面意义上理解，以港兴市，应该是发挥港口的作用。但是我现在感受到的是，港口的作用正在逐渐被削弱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？以港兴市，它应该是发挥港口的核心带动作用，带动各个联动产业协同的发展。但是，您看看，咱们市里现在搞的，好像是拿港口的土地换取城市建设的发展吧？政府找你谈了？金市长跟我有过接触，但是没有正式的通知。我觉得以港兴市是政府提出来的一个发展理念，但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理念，最终还要通过企业去实现。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你们这些企业家的意见。那我们再说说业力。省政策研究室，那只不过是个参谋班子，搞搞理论研究，写几篇论文或者是调查报告什么的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具备有主政一方的能力啊。他曾经在云崖干得不错，
丢掉了那里贫困的帽子，经济翻了身，后来改成县级市，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他那时候打下的基础。银牙是个贫困县，底子薄，起点低。在现在这个改革大潮中，不犯大失误，他就像跳进大河，顺流直下，他不想游快都不行。书记，我知道您一定有成熟的想法，我们是执行者，顶多吧，我们是个参与者，但是我改变不了市里的思路。你以为我这些你所谓的成熟的想法是一拍脑子就能想出来的吗？我肯定要根据渤海的实际情况制定计划。那大洋集团又是港口的实际操办方，你说你要不说话，我哪来的这些成熟的思路？好，书记，您看，从这儿往东，再走5公里，就是深水区，那边的深水区能够停靠2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货轮。20万吨？你是想说？不是我想，而是政府早就应该想到，我们河咸港这儿的条件绝对不逊色于南和北200公里的2个大港口。我们有比他们更加出色的深水港条件，我们有比他们更加出色的陆地区位优势，我们比他们更有理由喊出这个以港兴市的口号。可是渤海呢，经济发展历来是区域的龙头老大，前面的成就辉煌，如今要想再大幅的增长，自然是不易的，因为它已经进入了平稳的发展阶段。即使这样，咱们渤海也没有落后啊。虽然这2年个别县市追上来了，但是从全省看，我们仍然处在举足轻重、排头兵的地位。这些你做过测量吗？水文数据、实地测量数据全部齐全。金市长知不知道？他只有水文资料吧？你为什么不？我在做工程的测量，工期、原料、投入成本、环境评估。如果我没有完整的数据，我说服不了金海东。那你怎么就能说服我呢？因为你喜欢小众。你走。跟你说没错，就是啊，听我的，知道吗？我也觉得是。哎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到处看看呀，走吧。走吧，爸，都准备好了。好啊，金市长，我们上车吧。走吧。好，走。曾书记，您要是真的愿意听我唠叨这些，咱们改天换个时间。别改天，咱们聊的正好，咱们趁热打铁，接着聊，好不好？我愿意听你说。今天啊，我休息，咱们改天提前预约。忘了这茬儿。来，想不想出海？我带您体验一下帆船。你邀请我？当然。不行，你没预约。今天海上的风很大呀。马上就涨潮了。一会儿船开到海中央，我们潜水吧。我不会游泳啊，太可惜了。哎，那不是曾书记吗？是曾书记，还有邓耀北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我去打个招呼。笑笑，打个招呼去。哎。白灵，我们俩也过去打个招呼。
书记，曾书记，曾总。嘿，怎么是他们呀？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领导。有缘千里来相会嘛，没想到燕来书记也有这个雅兴啊。没有，我是跟年轻人在一起赶个时髦。抬头社长也过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曾书记。哎，今天周末陪着家人休闲。哎，好啊，正好，我跟这个邵会长一会儿组织一个钓鱼比赛，要不要参与一下？好啊，咱俩一头，跟他们企业家比一比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走，好，谁怕谁呀？闻着还不错啊，行，咱这新家这是第一回开火，咱得庆祝一下。来，喝一杯。哎呦，这酒不错啊！你来点。哎，这个邵海翁是个什么人啊？以前是北方集团的董事长，还是我的老领导。退休以后是企业家协会的会长。啊，我觉得这个人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他的职务了。怎么呢？我听外界都叫他海老啊，而且今天金市长也是这么叫他的。哦，对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叫豪叔的人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长着眼睛呢，心眼也够使。你想，一个海老，一个豪叔，这听着怎么这么像黑社会呢？别瞎说。这个海老是因为年纪大了，也是这个企业界的老人，大家给他的一尊称。不过你说那豪叔，我倒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觉得金市长肯定是好多主意都是这个邵海翁给出的。哎，曾燕来和大洋的那个邓耀北，怎么搞得那么热乎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金市长呢，在渤海干了20多年了，也是很有经验的。不是我说，金市长肯定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。我觉得应该说他比较谨慎，而且他的忧虑啊，我觉得很多都是有道理的。这种忧虑是误国的呀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这件事情如果他不点头的话，就很难推进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事儿啊，谁也指望不上，只能指望自己。今天我犯了个错误。难道是不该跟海老一起出海的事儿？不知道让曾燕来看到了，他会怎么想啊？海老又不是什么坏人，他是大清国企的前任领导，现任企业家协会会长，而且还积极支持你们政府部门工作。曾燕来会怎么想？这个时间节点不对。你不管怎么说，这邵海翁在企业界他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。现在政府跟企业界的关系很微妙，还是有想象空间的。我觉得你这样就是多心了。倒是有一点很重要的，我们都忽略了。什么？曾燕来以前是海老的手下，10多年前他们有过过节。什么过节？你不知道吗？你说。北方集团当时要提拔一个团委书记，冉千帆和曾燕来竞争这个位置，海老提拔的是冉千帆。我有印象。越是这样，越得回避啊，免得引起误会啊。误会怎么了？
我就不相信，他曾衍来这么霸道，他不喜欢邵海翁，就不让别人跟他来往了。毕竟是瓜田那吕与夏正官的事，我们领导之间还是应该提高透明度的。你要是这样想，你真的是太累了。再说，我们跟海老一起出海，又不是事先预谋好的。行了，注意就行了。这么着，等这个周六日，咱一块儿到什么矿山呐、钢厂啊，咱们去摸摸情况。嗯，好。怎么还不开锅呀？哦，我调调。欢迎领导莅临本所，请领导视察。首先，请看这里，我们的豪华餐厅。这里可以同时容纳2人就餐。当然，如果再摆几把椅子，将来来几个朋友也是可以应付的。这里是我们未来的主卧，是参照意大利最新设计的蜜月套房，充满了异国情调。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
三叔，您老忙着呢。哼，邱书记，你咋来了？我过来看看您老。三叔，您呀还是这脾气啊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还这么辛苦劳累。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要是金市长知道了，还不得批评我们呢？我这呀是活动活动筋骨，我闲不住。这一闲着，能闲出病来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您呢，干脆啊就住到市里去，坐电梯，住楼房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享享清福多好啊！市里有什么好的啊？你看咱农村啊，想吃什么种什么，全是绿色食品，还是啊，咱们这农村好，住着心里特踏实，是吧？哎，你们这不是来看我的吧？是不是有事儿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说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满仓叔，你也知道，咱们村很多人都在瀚海矿场上班，可现在不让去了。现在他们要把我们解散了，连矿上的工作都不让我们干了。那矿上就不生产了？不是不生产了，是关门了。这么大的工厂，说关就关了？可不是嘛，这些年年轻人啊都到矿上去干活了，吃矿上的饭。再说，咱这地里呀还真挣不出多少钱来。每个家庭啊都一个大家子，要吃要喝的。哎呀，这压力大呀。你们都从哪儿听来的？是真的，还是市里说的呀？市里还没有下决定，但是新来的书记已经把话都说了，矿上和厂里现在一片混乱。我们就是想趁现在还没有确定，如果您老要是能去替我们反映反映情况，就更好了。可不是嘛，要是市里到最后都决定了，到时候咱再反映可都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听说好像不是海东市长的想法，是新来书记的主意。对，就是新来的书记，叫曾燕来。谁？曾燕来，就是几年前咱云崖县的曾书记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怎么了？太热了。行不行啊你？那咱们聊会儿。你说，咱虽然算是微服私访，那能不能开个车呀？非得骑自行车，这大太阳晒的。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傻呀？你开个车，人一看车牌就知道是政府。哎，也是这么个理儿。哎，你说这帮开矿的，把这山挖秃了，再把它填上，再种上树，他瞎折腾什么呀？折腾什么？他挖一窟窿，挣完了钱揣自己兜里面，可填这窟窿呢，就得是政府买单。所以赶紧给他们关了。哪那么容易啊？经济关系，哼，人事关系，利益集团的关系，说是容易，关起来难啊。也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，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哎，老乡，您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当然有事儿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啊，那我带您到旁边接待室办理一下登记手续。这边啊，这可不是嘛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没干什么，我们就是随便看看。看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这里不许参观，赶紧走。行，那我们走，走吧。等会儿，
把你拍的照片给我们删了。我凭什么删照片啊？你们这是国家保密单位还是军事基地啊？我让你删，你就得删。我不删。嘿，你听我说，他就是拍了点这个风光片。你看咱们这个大树啊，长了这么多年，很漂亮，随便拍拍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听我说，有什么问题咱们说，你动手就不对了。是，动手怎么了？我警告你啊，如果再动手，后果很严重。是吗？后果很严重。别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你们这么做是无法无天，懂吗？哼，无法无天，玩硬的是吧？保安队的都给我过来，我没人打了。你有病吧？谁打你们了？谁打谁呀？金叔，您喝茶。好，谢谢啊。您坐，您坐。哎呀，您以后要来呀，先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也好去接您呀。还真是，要不然我又白跑一趟。幸亏我有眼色，你瞅来的保安，好10多个全是大小伙子，真动起手来肯定吃亏，咱俩肯定得挨揍。